Hello，大家好，我是班森。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全世界都相同的星期。我想，如果大家去日本旅游的话，会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日本的星期时间。星期几在日语中是按照日月火水木金土的顺序来表达的。那这个顺序是因为什么呢？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那么这期视频，班森就带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的五行，很可能这种星期的命名是在唐代经过了遣唐使传到日本的。毕竟众所周知，日本受到过中国唐代文化很大的影响。但是我经过查阅后发现呢，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日本确实在古代通过遣唐使等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引入了七曜的概念。早在奈良和平安时期，这一体系就已经随唐代传入的天文与占星知识出现在了日本的文献与历法中。但是其日常的使用和官方表述的建立是在1873年，明治政府采用了西历，也就是格里高利历，并进行现代历制的改革后，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形式。那么聪明的观众肯定也想到了，英文里的星期日 Sunday 确实有 sun，星期一 Monday 确实有 moon，Saturday 也确实有 Saturn， 这是否意味着英文中的星期顺序也是按照行星排列的呢？以及英文中的这个顺序又是从何而来呢？除了 Sunday、Monday 和 Saturday 有对应上，但是其他的星期都是没有跟行星对应上，它并不是Mars Day、Mercury Day、Jupiter Day 这样的形式。那听上去好像和原本的行星排列推论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实际上这是因为日耳曼语族在继承罗马的七曜命名系统时，用日耳曼神来代替了部分的行星。而这一体系最早被提出是在古巴比伦文明时期，他们用神明来关联天体，但未形成连续的7天命名周，起初是用于择日预言和占卜的。学者认为，纯粹的行星星期可能是在后来的希腊时期或罗马时期才完全成型的。行星名称最初的大规模普及是来自罗马人的拉丁文命名。这种名称呢，对应了七曜的天体。当这一体系传入日耳曼语族时，部分名称被本土的日耳曼神替代了，因此产生了英文中的这些单词。Tuesday 是对应战神蒂尔，Wednesday 对应的是主神奥丁，那么 Thursday 对应的是雷神索尔，这个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Friday 就是对应是美神 Frigg， 最终演变成了英文现在这样一个顺序。那么西方国家的这个排列顺序我们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从古巴比伦传到希腊，希腊传到罗马，罗马传到欧洲，这种体系是延续的。世界上是否还存在其他文明也有着符合这一套命名顺序的呢？其他文明的顺序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除了欧洲外，印度次大陆、伊朗文化圈以及东亚和中亚的若干语言中也保留了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为序的星期命名传统。那么印度及南亚文化是直接使用了这一套顺序。在印度占星术中，星期的名称是直接来自行星神的。那么泛波斯文化中也同样有这个星期顺序。藏语的名称呢是直接翻译了印度七曜的名称，蒙古语也有类似的版本。这种命名在印地语、马拉地语、阿萨姆语等语言中是广泛使用的，甚至影响了东南亚部分地区。与我们邻近的韩国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达和顺序，这一点和日本基本是相同的。七曜系统都是在唐宋交流时期传播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岛的，但现代星期制的全面行政化与普及都是发生在现代。这套体系其实是从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路传播出去的，经过了波斯、罗马、印度等等地方，然后通过宗教、贸易、帝国扩张，最终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说了这么多呢，有些观众肯定好奇，古代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记录呢？那么实际上是有的。在唐宋时期，中国民间是有使用七曜历来记载日期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当时唐朝处于中外文化大融合时代，
大量的印度和中亚的文化传入中国，但官方历法一直使用干支和24节气的传统历法。七曜历主要在当时的民间和湖商社区中流行，用于占星和择日。后来随着安史之乱，胡人文化的传播开始受限，之后的文化影响就渐渐衰退了。那么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很好奇，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不同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使用了这7大行星来记录日期的形式？那怎么不是5大行星，不是9大行星？而且这7大行星的顺序还是相同的，为什么不是随机排列的？这就要提到古代占星术中的一种算法，叫做行星时辰算法。它的原理就是说，古代占星术士们观测到7大天体按运行速度的快慢是有一个固定循环的顺序，而规定每天的第一个时辰的行星是这一天的主宰行星，往后每个时辰都是按之前排好的这个固定轮值顺序来交替。恰好轮值到第2天的第一个时辰的行星，那就是第2天的这个主宰行星，依次往后排。那所以才会产生7大行星对应1周7天。至于为什么是7，有2种假说。第一种是人类观测假说，就是不管你在古代哪个文明，你只要抬头看天，都会观察到同样的7个会移动的亮点，它们和背景不一样，于是人们自然会认为这些天体有特殊的意义，并因此赋予了它们神性或影响力，然后把它们映射到时间之中。月亮的周期大约是29.5天左右，刚好可以被粗略分成4个阶段，每个阶段7天，7就成为了一种非常自然的时间切片。7天1周和行星的对应很有可能是由古人类相同的天文观测对象所决定的。那第2种假说呢，是人类的认知结构，人类的大脑可能天然倾向于7这个节奏，比如7声音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George Miller 在1956年的著名论文《魔力数字7+2》中提出，人类的短期记忆和绝对判断的容量大约为7加减2个 chunks， 就是块儿。这被广泛解读为大脑处理信息时的天然限制，就是在时间感知或序列记忆中，比如记住一串节奏模式或数字序列，人们更倾向于将信息分块成约7个单位，这可能影响如何感知和记忆节奏序列。而后续研究也表明，快速的无计数估算物体数量也大致限于7以内。巧合的是，全世界各大文明的音乐声阶也是7个音或5个音，那这基本上也是符合这种7加减2以内的范围的。那班森更倾向于第1种假说，它基本上解释了我们的大部分疑问。不过第2种假说的这种巧合其实也蛮符合我们频道的探索，那就是人类很有可能存在一种集体潜意识，而这些集体潜意识将会塑造出来共同的重复的历史。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就叫做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那么你还有哪些有趣的想法或者主题想要了解呢？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我以后会再做影片和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观看。